我们来看看女生们的信。然后我的信没有前面那几个男生写的那么的粉红泡泡，就是我的信写的很轻松。来吧，开始。Hello， 你好呀，我的 Dream 先生，你现在在哪儿？为什么还不来找我？生气。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是不是也在想去哪儿能遇到我呢？我想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你知道吗？在还未遇见你的日子里，我多次幻想过你的样子。阳光的、霸道的、温柔的、委屈的，你出现在我所有需要你的情景里。有时候我也会想，等待你来到我身边的日子真的太漫长了。你走到哪儿了？我好想你。可是我也知道，爱情不能用进度条加载，也没有试玩 demo。好吧，那我原谅你的迟到，你慢慢来，我不着急。在这个爱意泛滥的时代，我确实还是想慢慢来。我不认为20几岁还单身是丢人的事情，反而这很酷啊！因为我明确知道，我要的爱情不是便利店的快餐，我的爱很贵，希望你也是。不要担心，前面的20几年我都过得很幸福，希望遇见我之前的你也是一样开心的，不论在哪，不论和谁。不过偶尔不幸运也没关系，毕竟你的幸运女神我马上就要来到你的身边了。耶，没了。哇！然后我想说的其实都在信里了，剩下的咱们到时候单独聊。好的，我写的也挺轻松的。我的信是人生的第一封 love letter。初恋先生你好，我是 F 班括号不是的许文婷。在我写信的这一刻，你一定还不知道我。不过以后喜欢着你的我一定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我现在还是有义务出卖一些他的小心思的。首先呢，他真的很倒霉，长这么大也没真正喜欢上过谁。但他也很任性，宁愿单身也不会将就的。所以很感谢你的出现，让他第一次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想你一定是很好很好的人，就是挺爱迟到的。他还想看看你的世界，然后紧握着你的手走进2个人的剧目。世界真的太大了，一生也很长很长，总会有许多辛苦的瞬间。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你们的话，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笑成2个小傻子。好苛刻，接收了。最后呢，感谢初恋之神，让我遇见了你。如果可以的话，要给初恋之神写一生的信。我的观念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望2个人可以是那种背对背作战的战友，然后可以把后背留给彼此。战友不是那个毛毛的词汇吗？并且同时也是就是笑点很一致，然后2个人在一起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就想写这封信。对，那我读一下我的信。致未来的你，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一直感到很好奇。你是矜持的、热烈的、沉静的，还是疏离的？但我随便猜测，你大概率有着温柔的目光和坚定的心。世界原本只有一个我在独自行走，现在多了一位爱人。未来有一天，我们也许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但步伐会一样的坚定。用一句诗来形容，那大概是仿佛永远相离，又仿佛终身相依。亲爱的未来先生，你好，见字如面，终于等到你啦，哈哈，终于。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你的样子、你的声音、你的品德、你的性格，我好怕我哭，但最后得到的却都是一团迷云。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何雨欣，女，22岁，金牛座，湖南人，喜欢唱歌，喜欢不好意思，我特别喜欢哭。好感性啊，他，好炙热呀，很可望。喜欢吃辣，喜欢吃甜，喜欢自娱自乐，很喜欢你。
你不会害羞了吧？那可不行，你要习惯我毫无保留的爱意。我要每天说10000遍爱你，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我的毛孔、我的气息，用我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去宣泄我爱你。虽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但在我丰盈的大脑里，关于爱情的那一点相对贫瘠的区域，它还是告诉我，在爱情里我们是相互的，你不需要一直充当强势的那一方，在你勇敢奋不顾身地保护我的时候，我也会同样勇敢奋不顾身地保护你。说的差不多了，亲爱的未来先生，不知道你此时是不是也像我期待着你一样期待着我的到来呢？愿早日相见，也愿我们的结合能够给世间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光亮。你的迟到小姐。炙热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很憧憬的，都是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感性啊！还好我没有去，不然我只会写我要结婚。听完之后，你对谁的，无论是男生女生，你觉得自己比较受打动的？那肯定是文绉绉的毛老师，我觉得他很有那种就是情怀吧，就是会写一个非常那个正式的话语，告诉你我有多么喜欢你。我觉得就是文字的力量是很有魅力的，被才华打动了。但是真的，我觉得毛毛是一个内心情感非常丰沛，要溢出来了他才不谈恋爱。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得住他的这个情感的人。对。刚刚是有哪个女生她有聊到，比如说她对于一直单身这件事儿，然后她也会讲到说，我并没有觉得我20多岁一直单身啊是一件就是丢脸的事儿。我不好意思提这个事儿，我脸皮薄，我就是不太好意思在人群中说，哎，我25了还没有谈过恋爱，不是因为我自己认为他难以启齿，是我接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因素并不是友好的，就是他们对我的这个没有谈过恋爱这个行为，并不是一个正向的评价，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啊，或者同情的眼光看着你，那个同情眼光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对。就沈老师，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会在讲说，一定要找到一个灵魂伴侣啊，您怎么去看这个定义？就很多人都提到了灵魂伴侣，但是呢，你有的时候遇到那个感觉很理解我的那个人，很可能他是向下兼容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追求灵魂伴侣的人，常常会就我喜欢的人，他怎么就永远不喜欢我？是因为那个人一直在向下兼容，可是他要找的灵魂伴侣是跟他一个层次的，甚至要比他高一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反倒会难要求灵魂伴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感受感受这些文字的力量，好不好？因为由我们的官微和微博综艺一起发起的给初恋的一封信活动正在微博进行当中，所以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来信，然后我们先展开看一看，可以摘几句让你觉得很打动你的。我觉得他这一段都在很打动我。浩然你好，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给你写信，可能就是因为前2天刚知道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火锅店要拆了，我突然就很想问问你，这几年在国外过得好吗？还记得以前我和你去火锅店，你一连点了20几个鹌鹑蛋，骂你浪费，还反驳我说不是你爱吃吗？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好笑，不过还是谢谢你，愿意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了。你呢？有遇到新的喜欢的人吗？很难想象现在的我们再见面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都有成为更好的自己。虽然你也不一定能看到，但还是想在这里和你说一句祝你幸福，我也要去追求更好的幸福了，小麦。